欢迎来到野球特报深度解析。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台湾投手邓凯威，绝对是太空人牛棚里最神勇的救火队长。但教练团竟然计划把他移出牛棚，直接推上先发轮值。这不只是一个球员的定位转换而已，这其实是一支曾经的霸主球队，在他们先发轮值面临就是毁灭性崩盘的时候，为了在漫长的赛季中存活下来，不得不做出一场战略豪赌。好，那我们就先来还原一下现场，带你看看邓凯威现在在太空人牛棚里到底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存在。我们可以先看看他过去这比赛的数据。对，他无论是短局数的后援还是长中继，说真的是让打者绝望的，根本不是防御率。没错，进阶数据才能看出他真正的载智力，是他0.80的 WHIP 值，还有被压迫到只有1×28的被打击率。在现在棒球的语境里面，0.80的 WHIP 值，这是一个极度具有破坏力的数字。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其实一般我们在评估顶级的后援投手，特别是那种心脏最大颗、负责把守第9局的终结者 ，WHIP 如果能压在1.10以下，被打击率低于20%，就已经是各队捧着大把钞票抢着要的稀缺资产。结果他是0.80。对，邓凯威的0.80代表着什么？代表对手的打者站上打击区，不仅无法把球打得扎实，连想要靠选球眼去凹个4坏球保送，那个几率都微乎其微。所以在黑的缺阵的这段期间，邓凯威展现出的压制力，让他绝对已经是太空人牛棚里无法被取代的核心。但我们聚焦他最近8天内的4场出赛，你才会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载智力。这8天内，他总共主投了8局，只被敲出2支安打。8天吃下8局，这对后援投手来说几乎是燃烧生命的工作量了，真的很糙。但我注意到他的进阶数据里有一个指标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化学变化，那就是他的滚飞比，也就是 GOAO。从4月14号偏向非球形态的0.64，一路狂飙到4月21号突破天际的1.13。短短1周内，他让打者击出本地球的频率呈现直线飙升。这显示邓凯威不再只依赖高位速球或者是引诱球去制造三振，他很明显在实战中调整了球路轨迹，特别是增加了球在进垒点最后一刻的那种下沉尾劲。当大联盟打者面对这种带着强烈下沉尾移的球路时，通常很难掌握击球甜蜜点，最终只能挤压成软弱的内野滚地球。懂了，就是强迫你打不好。这种在比赛后段的危机处理中，价值绝对是远高于单纯的三振的。他现在投球就像是把一颗超级沉重的保龄球直接砸在一张柔软的床垫上，打者的挥击力量完全被他球路里那种粘滞的尾劲给吸收掉了，根本无法将球带向外野。而且我看他4月16号那天的投球记录，头2局只用了21颗球，非常精简。重点是里面居然有高达18颗是好球，好球率85.7%，这说明他完全不闪躲，就是直接把球塞进好球带边缘跟你对决。但这就带出了一个最大的矛盾点了：为什么太空人高层要冒着破坏牛棚安定感的风险，硬把他移出熟悉的位置去扛先发？其实太空人的先发轮值现在正经历一场真的可以说是灾难级别的伤兵海啸，包含长期的 Javier 和 Blanco， 以及短期的 Brown 和尹麦。开季前设定的主力先发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了。哇，伤兵名单满到这种程度，等于是先发轮值的基底直接被抽空了。他们现在推上火线的这批我们姑且称之为杂牌军好了。如果你拿2026赛季联盟先发投手的平均进阶数据来对照，联盟平均 ERA 是4.17。保送率大概8%， WHIP 在1.25左右。这是联盟平均水准。结果太空人现在勉强撑场面的 Burrows、McCullers 还有 Arrighetti， 防御率全都在4.09到4.47之间徘徊。真正的致命伤在于他们的控球。McCullers 和 Arrighetti 甚至包含了常上场替补的 Ryan Weiss， 我们台湾球迷熟悉的瑞恩。
他们的保送率全部飙破了10%，这意味着用球数会急速攀升，导致他们往往投不满5局，就因为球数限制，或者是面临大量失分危机，被迫换下场。难怪牛棚会这么糙，而且我看到替补轮值的状况更惨烈。Peter Lambert 的防御率高达7.20，Gordon Wise 更是飙破8.59，基本上上来就是送分。对啊，你刚刚提到的瑞恩，虽然他的三振率有高水准的26.8%，但他呢灾难性的2.05 WIHIP， 等于平均每一局都要让2名打者上垒。这比赛从第1局开始就处于极度高压的状态。只要被对手扛出一支长打，比分瞬间就会被拉开。这正是太空人面临的结构性崩盘。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当你的先发投手无法稳定吃下局数，甚至经常在第1、第2局就制造满垒危机，整场比赛的节奏就会提早失控，直接进入垃圾时间。你的牛棚根本连上场守城的机会都没有，就连救援成功的情境都出不来了。没错，球队连赢的微小几率都看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教练团会产生这种极端调度的核心驱动力。因为前端的防线已经彻底溃敌了，如果不派最强的兵力去守住滩头堡，后方的堡垒盖得再坚固也是白搭。但邓凯威在短短8天内出赛了4场，而且每一次都是1.1局以上的跨局数投球，总共燃烧了117颗球。对，这种哪里失火往哪里塞的极限操作，是不是已经让他的身体逼近临界点？我们必须检视反映他体力与肌肉状态的进阶指标。我们回顾一下4月16号，当他休息充足时，好球率高达85.7%，球路随心所欲。但到了4月19号，当他吃下2局，投了35球之后，好球率已经下滑到了65.7%，掉了将近20%。对，而最惨烈的是4月21号那场，他仅仅休息了1天，又被教练团推上火线，硬撑了2.2局。那场比赛他投了31球，只有16颗是好球，好球率暴跌到勉强过半的51.6%。哇，从将近86%一路衰退到51%，这就是手臂极度疲劳的最直接证据。当投手的核心肌群与下半身力量因为连续出赛而流失时，他的投球机制就会产生代偿作用。原本应该由全身联动产生的力量，变成只能硬靠肩膀或手肘去拉扯。放球点开始不稳定，通常会偏高或是往手臂侧乱窜。好球率暴跌，意味着他已经无法精准控制球的进垒点了。但这又衍生出另一个战术上的矛盾了。就算转任先发能保护他的手臂，让他作息规律，但他的体力条有办法支撑他投满传统先发要求的6、7局吗？如果他到了比赛中后段，因为体力下滑导致球威锐减，结果被打爆，这岂不是又把球队推回了大量失分的原点？这就必须提到第3轮效应。当大联盟级别的打线在同一场比赛里第3次面对同一个投手时，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你的出手节奏、球路共轨效应，还有尾劲的变化。尤其对于近期好球率已经因为疲劳而出现警讯的邓凯威来说，他的球威本来就会随着局数递减，这时候还让他去面对第3次上场已经彻底摸透他球路的打线，这在战术上无异于自杀吧？绝对是自杀。那么太空人教练团到底该怎么解这个局？既需要他先发止血，又不能让他投长局数，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啊！不然要怎么办？他们必须彻底扬弃传统思维，大胆采用双先发策略，就是让邓凯威在100% 满血的状态下负责开局，目标非常纯粹，就是利用他目前 WHIP 0.80的绝对压制力，去彻底封锁对手具有破坏力的前2轮打线。大约就是让他全力投满4到5局。没错，关键在于，无论他退场时的用球数多么精简，教练团都必须像设定了定时炸弹一样，果断换人，见好就收，然后立刻接上第2名先发投手，人选大概就是像 Peter Lambert 这种防御率偏高、容易在第1局开局的高压状态下爆炸的后段轮值投手。
这其实是一个能够扭转战局的调度。第一，他从根本上解决了太空人开局没有合格先发，导致第一局就大量失分的死穴。邓凯威能确保球队在前5局死死咬住比分，甚至取得领先。那第二，这个调度其实拯救了 Lambert 这种边缘先发，你让他避开了第一局必须面对敌方前段棒次的巨大压力，改让他在比赛中段上场，面对敌方的后段班打线。没错，这大幅降低了对手的长打威胁，也增加了 Lambert 投球的安定感。其实我觉得还有第3个，也是对邓凯威个人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点，这完美的兼顾了压制力与手臂保护。你说到重点了。透过双先发策略，邓凯威依然维持着类似延长版后援的投球节奏，他不需要为了投满6局而去配速或者是保留体力，他可以每一局都当作最后一局在投。一支球队的毁灭性危机，往往就是一名球员破茧而出的转机。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休斯顿太空人在残酷的伤兵风暴中是如何摇摇欲坠，但这是这场看似绝望的危机意外地为我们台湾投手邓凯威搭建了一个无可取代的舞台。确实是这样，他用完美和那些不可思议的进阶数据，硬生生地将自己投进了球队未来生存战略的最中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